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生孩子？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有人说是为了传宗接代，老有所依；有人说是因为爱情需要一个结晶；也有人说这只是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本该走的路。这些答案都不能算错，但他们都只触碰到了表象。今天我想用佛家的视角来跟你聊聊这件事。生孩子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中经历过最残酷也最美的一场骗局。为什么说是骗局？因为在轮回的维度里，生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它是一场被业力精密安排好的重逢。你的孩子为什么偏偏投胎到你家？有的是来报恩的，有的是来讨债的，还有的是为了了结一段跨越了几个辈子的夙缘。地藏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也很锥心。经文上说，父子至亲，其路各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的真相，那就是父母与子女今生今世的相聚，无论因缘多么深厚，爱得有多么浓烈，核心的本质都逃不开终归一别这4个字。这才是为人父母最真实的底色。但这场骗局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老天爷用血脉相连的温情，用那种你根本无法割舍的爱，骗你心甘情愿的全然付出，然后让你在这份付出里去经历一段注定会渐行渐远的旅程。佛家说这些从来不是为了传递悲观，相反的，它是在温柔地提醒我们，正因为终将分别，你们现在每一天的相处才显得弥足珍贵。正因为有宿世的因缘，每一次的冲突与泪水背后都有它更深的度化你的用意。生孩子这件事，它的核心并不是为了追求人生的圆满，或者是后继有人，而是老天爷要让你学会如何被一个崭新的生命彻底打开，去关照那个最真实最赤裸的自我。这种打开是一场全方位的修炼。这个故事是从一个男人的哭声开始的。他坐在寺院的木廊下，已经哭了很久。路过的僧侣们没有人去打扰他。旁边香炉里的檀香烟袅袅往上飘，飘进了黑色的夜空里，不见了踪影。他叫陈明志，58岁，做了30年的建材生意，从无到有，把公司的规模做得不小。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叫陈汉，二儿子叫陈伟，小女儿叫雨轩。他今天来寺院，不是为了拜拜，也不是为了还愿。他来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做错了什么。大儿子陈汉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那一个，从小功课顶尖，考上顶尖大学，后来出国念了高阶企管硕士，32岁就已经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陈明志常跟朋友说，这个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陈汉也非常孝顺，每年父亲节都会特地飞回来陪他吃饭喝茶，聊聊公司的未来。然后就在陈汉35岁那年，一场突发的脑溢血把他带走了。没有预兆，没有道别，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陈明志接到电话的那一刻，站在办公室里足足2分钟无法动弹。明明是7月热得要命的天气，但他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寒意，一直到今天3年过去了，那股寒意还留在心里。二儿子陈伟则是让他头疼了整整20年的那一个。从小这孩子就跟他不对盘，父亲要他读理工，他偏要学音乐；父亲要他进家族企业，他偏要去当独立音乐人。父子俩吵过无数次架，最严重的一次，陈伟在饭桌上摔了碗，指着他吼了一句：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一个人看，你只是把我当成你计划表里的一格。说完，他离开了家，
搬到北部，租了一间10几平的小房间做音乐，偶尔接点配乐的案子，一年赚的钱可能还不够陈明志1个月的饭局开销。从那之后，两人整整5年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大哥陈汉走了，陈伟才回来奔丧。在灵堂里，父子俩站在大哥的遗照前，各自沉默。那一次，他们没有和好，也没力气再吵了。就那样，像2个认识但不亲近的陌生人，偶尔在节日里发一则简短的简讯。而小女儿雨轩是陈明志最不在意的那一个，不是不爱，而是她太平凡了，平凡到陈明志常常会忘记她。她读的是普通的大学，嫁给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住在中部市区，生了2个孩子。她每个星期固定回来陪爸妈吃一顿饭，逢年过节帮忙打点。陈明志生病住院的时候，是她在病床边陪着，不声不响的把一切都处理得妥妥当当。坐在寺院的长廊下，陈明志看着夜空，突然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老天爷给他最好最优秀的那一个却最早被带走？为什么他花最多心思最用心栽培的那一个偏偏离他最远，恨他最深？而为什么他最没有用心对待的那一个反而是最后静静留在他身边的人？他想不明白。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就像是一场没有逻辑的恶作剧。那天晚上，一位老法师从廊下走过，停在他身边。过了一会儿，老法师轻声问：“你在心疼谁？”陈明志哽咽地说了一句：“我不明白。”老法师点了点头，说：“不明白是对的，因为你用的那双眼睛只能看见这一世。”就因为这句话，陈明志开始了他的觉醒之路。这位老法师法号本源，他们后来谈了3次话，每一次都像是在拨开一层残酷却又慈悲的真相。第一次谈话是关于大儿子，陈明志边哭边说，这孩子有多好，他有多舍不得。本源法师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他是你的礼物，但你想过没有，也许在他来之前，他就只打算陪你走这么一段路。报恩的缘分不一定是长久的缘分，有时候短暂而光亮才是报恩最完整的方式。他用35年把你这一世的骄傲都填满了，他走了，但他给你的，你一辈子都带着。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已经把他该给的都给完了？”陈明志愣住了，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在给予孩子，给教育，给资源，给爱，给期待。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是孩子在给他。第2次谈话是因为2儿子陈伟结婚了，婚礼很简单，新娘出身普通，但看着陈伟的眼神里充满了爱。婚礼结束后，父子俩在外面抽烟，依然没说什么话。陈明志去找本源法师，问他：“我和这个儿子为什么这么难？”法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有没有对谁做过你认为理所当然，但其实很不公平的事？”陈明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是个严厉的生意人，从小要求他听话顺从，按照铺好的路走。陈明志年轻时也想过反抗，但他不敢，他顺从了，最终活成了父亲希望的样子。他从来不觉得这是错的，直到那一刻，他突然惊醒，他对陈伟做的事和他父亲对他做的事一模一样。法师说，讨债的孩子不一定是来要钱的，有时候他们来是为了让你看见你自己从来没有正视过的东西，你的委屈，你压下去的那个自己，你从来没有承认过的遗憾，他替你活了出来，然后站在你面前，用最激烈的方式问你，你看见了吗？第3次谈话是在陈汉走后的第3年，法师问他，这3年你学到了什么？陈明志流着泪说，
我学到了放手，我学到了我握不住大儿子的命，握不住二儿子的心，就连那个最普通的小女儿，我也从来没有真正握住过，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法师点点头，说出了一句震撼陈明志一生的话：你以为你是一个父亲，其实你只是一个学生。他们3个是你这辈子的3位老师。大儿子教你什么是无常，二儿子教你什么是明镜，小女儿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你读了30年，现在才刚刚开始懂一点点。各位朋友，当你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突然明白了什么？生孩子，这是一场你以为自己是主角，但其实你是配角的修行。孩子才是主角，他们才是那个来完成自己功课的人，而父母只是他们修行路上的一个道具，一面镜子，一段缘分。等你真的明白这件事，你才能放下那个我是父母，我是给予者的执念，你才能真正看见，在这段关系里，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失去，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刚刚陈明志的故事放在今天，可能换了时代背景，换了名字，但那种父母与孩子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为什么亲子关系会这么复杂？为什么爱一个人会爱到这么累？佛法给出的答案，不是要我们逃避，也不是要我们无奈认命，而是要我们看穿它，然后转化它。生孩子，从佛学的深层角度来看，有5重意义，每一重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你来到这一世，不只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觉醒。第一重意义叫做破除我执。这4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一个孩子那样，把你身上所有的执念一刀一刀地割出来。摊在阳光底下，你以为你是个很有耐心的人，直到你在半夜不知道多少次被哭声惊醒，发现自己站在婴儿床边，气得发抖，甚至感觉要崩溃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耐心其实只有薄薄一层。你以为你是个不爱控制别人的人，直到孩子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开始选择你不喜欢的朋友，不认同的路，不符合你期望的方向，你才发现你心里有多大一团想抓住、想塑造、想主导的欲望。什么是我执？就是那个认为我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最好的，按照我的方式来就没有错的那个我。养孩子是这辈子最直接、最有效的打碎我执的方式，因为孩子不会配合你，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独立生命，他有他自己的因果，他自己的业力，他自己的灵魂轨迹。你以为你在雕塑一件艺术品，但它根本不是一块会乖乖听话的粘土。每一次你想控制，想把它变成你心目中的样子，它都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不行，我有我自己的方向。这种拉扯，在佛家看来是极度珍贵的修行材料。每一次你被迫放下控制，你的我执就薄了一层。每一次你因为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办法替他活这一生，你就往无我的方向靠近了一步。禅宗里有一个说法，悟道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放下了什么。养孩子就是一个不断放下的过程，放下对完美孩子的幻想，放下那个想要掌控另一个生命命运的傲慢的心。第2层意义是慈悲圆满的练习。佛家讲慈悲，讲到最高层次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陌生人，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对所有众生都能升起慈悲心，那叫大慈悲。但说实话，大多数人连对自己最亲近的孩子都做不到无条件的慈悲。我们对孩子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你功课好，我高兴；你乖巧听话，
我爱你，你让我有面子，我愿意付出。但是当孩子让我们失望，让我们丢脸，让我们操碎了心的时候，那份爱就开始打折扣了，开始带着愤怒、失落，还有控制欲。这不叫慈悲，这叫条件交换。真正的慈悲是当孩子最让你失望，最让你心寒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在心里留住那份温柔，不是放任，也不是溺爱，而是即使你很生气，你也不会失去对他这个生命本身的温柔。每一次你在最崩溃的时候，还是选择深呼吸一口气，用温和的方式去面对，你的慈悲心就被扩大了一点点。对最亲近的人练出来的慈悲，才是真实的慈悲。孩子就是佛菩萨给你安排的第一个练习对象。第三层意义是业力转化的机会，这是很多人最难接受，却也最深刻的一个观点。你的孩子绝对不是随机来到你身边的，善缘的子女是前世积下的善缘成熟了，今生以孩子的身份来陪伴，来报恩，而逆缘的子女则是前世积下的怨债，今生换了一个身份来讨债，来了结，来逼迫你还清那笔账。很多父母生了一个让自己操碎心的孩子，从小到大问题不断，叛逆、挫折，没有一天让人省心。父母常常会仰天长叹，我上辈子到底是欠了什么？佛家的答案是，你欠的不一定是坏事，而是一段尚未完成的因缘。最关键的是，你用什么心去对待这段因缘。如果你用愤怒对待，用嫌弃对待，那段业力不会消失，只会越缠越深，这辈子了不清，下辈子继续纠缠。但如果你用慈悲对待，用耐心对待，用智慧去化解，那段因缘就能在这一世圆满。债转成恩，怨转成缘，恶业转成善业，逆缘亦是菩提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最难搞定的那个孩子，可能正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一门功课。第四层意义是生命觉醒。佛家讲人生有8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8种苦，在养育孩子的过程里，你一样都不会少经历。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是生苦的重演，孩子发烧生病的夜晚是病苦，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终将离开你的身边，那是世界上最真实的爱别离。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有一位名叫吉莎的年轻母亲，她唯一的孩子因为生病不幸过世了。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在街上发疯似的奔跑，逢人就问谁能给我治好孩子的药。后来有人指引她去找佛陀，佛陀看着悲痛欲绝的吉莎，温柔地说，我可以救你的孩子，但你需要先去城里找一户从来没有死过亲人的人家，向他们要一粒芥菜籽带回来给我。吉莎听了燃起了希望，立刻挨家挨户去敲门。第一家人说，我们有芥菜籽，但我们几个月前才刚失去祖父。第二家人说，我们可以给你芥菜籽，但我们去年才刚安葬了女儿。吉莎走遍了全城，找了无数户人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一户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亡与失去的人家。当天黑的时候，吉莎的心突然平静了下来，她终于明白，无常与失去不是老天爷对她一个人的惩罚，而是每一个生命都必须经历的必然。她轻轻地放下孩子的遗体，回到了佛陀身边，成为了一名觉醒的修行者。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逃避无常，逃避什么都留不住这个事实。但当你有孩子，你亲眼看着一个生命从你的怀抱里慢慢走远，你必须面对这个真相。这种面对不是悲剧，而是觉醒的契机。每一次你放开手，看着孩子走出去，你就比昨天更自由了一点。
第5层意义是传承善根。我们通常以为给孩子留下财富、学历、人脉是最重要的事，但佛家说，真正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走向的是他心里种下了一颗什么样的种子。一个从小看着父母吵架、算计、抱怨的孩子，他心里种下的是愤怒、不安全感和对人的不信任。不管你给他多好的学校、多高的存款，那颗带刺的种子都会在某一天发芽，把他的福报一点一点刺穿。相反的，一个从小看着父母善良、感恩、温和的孩子，他心里种下的是慈悲，是对生命的信任。这样的孩子，就算物质上不富裕，他自带的那份福德也会在他的一生里一次又一次的转化成好的际遇、好的缘分。你传给孩子的从来都不只是血脉，而是心的流向。听完了前面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会在心里叹一口气，觉得这些道理我都懂，但在现实生活里，看着孩子不听话，看着他走弯路，我怎么可能真的做到完全不执着、完全放手呢？其实，修行从来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修行是在你每一次快要失控、快要被执念绑架的时候，能够比以前多拉回1秒钟的理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供4个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在生活里实践的微小行动。它们很简单，但只要你愿意试着做做看，你会发现你跟孩子之间的磁场会发生很神奇的变化。第一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很多父母的焦虑是因为把父母这个角色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你忘记了，在成为谁的爸爸、谁的妈妈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今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3句话。第一句，我尽力了，今天我已经做得很好了。第二句，孩子有他自己的因果，我无法替他承担所有的业。第3句，我把担忧放下，把祝福给他。这3句话就像是帮你的灵魂洗一个澡，把你从白天那种紧绷的、控制的、操心的角色里慢慢的剥离出来，让你在睡觉前回到一个纯粹的、平静的自己。你只有自己先安定了，你给出去的爱才不会带刺。第二个微行动，戒掉为你好的说话禅修。在我们的文化里，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大概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它表面上包装着爱，但骨子里藏着最深的我执和控制。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做一个口业转化的练习。下一次，当你忍不住想对孩子说出我这都是为了你好的时候，请你硬生生的把这句话吞回去，停顿3秒钟，然后把它换成另外一种说法。你可以说，关于这件事，我的经验和建议是这样，但这毕竟是你的人生，最后的决定权在你手里，不管你怎么选，我都支持你承担后果。听出差别了吗？前者是绑架，后者是尊重。当你把选择权还给他的时候，你们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瞬间就会消失一大半。第3个微行动，一碗水的放手练习。很多人不知道放手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具象的身体练习。你去厨房装满1碗水，然后你用双手死死的、用力的捏住这个碗，想象这个碗就是你的孩子，你怕他掉下去，怕他出错。你会发现，当你越用力捏，你的手会抖，水反而会洒出来，而且你非常累。现在你换一个姿势，你把双手摊开，掌心向上，轻轻的、平稳的把这碗水托在手里。你不要去捏它，你只是给它一个安稳的底座。你会发现水面平静了，你也不累了。这就是佛法里说的松弛感。爱
从来都不是紧紧抓取，爱是温柔的托底。当你焦虑的时候，去倒一碗水，感受一下自己手部肌肉的变化，身体的松绑会带动你心里的松绑。第4个微行动，把担心换成祝福，这是能量场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在心理学和佛学里都有一个共识，你对孩子过度的担心，其实是一种最差的心理暗示。你在无形中传递一个讯息给他，我觉得你不行，我觉得你会搞砸，所以我才这么担心。担心是一种隐形的诅咒，而祝福才是最强大的正能量。当你看到孩子出门，看到他去面对挑战，心里那股焦虑又涌上来的时候，请你在心里默念，我相信你有足够的智慧和福报去度过你的难关，把那股粘稠的沉重的担心转化成一种轻盈的光明的祝福。当你的心念变了，你投射在孩子身上的磁场就变了，他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力量，那是因为他的父母终于开始信任他这个灵魂了。最后，我想在影片的尾声跟你说几句心里话。生孩子这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它普通得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平凡得就像我们的每一次呼吸。但是在佛家充满慈悲的眼睛里，这从来不是一件小事，那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相遇，是2个独立的灵魂带着各自生生世世的因果，带着还没有修完的功课，决定在这一世以父母与孩子的这个身份彼此靠近，相互磨砺。我们在这段关系里学会爱，学会痛，学会牵挂，最后学会放手，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各自走向各自灵魂该去的方向。作为父母，你不欠他一个绝对完美的人生，同样的，他也不欠你一个完美的交代。你不需要完美，他也不需要。你们只是刚好在这段充满考验的关系里，尽力的活着，尽力的爱着，也尽力的学着。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如果你能在这场缘分里看见自己的我执，练习自己的慈悲，懂得适时的放手，那么你就已经是这段姻缘里最好的你自己了。生孩子，这场老天爷安排的最美骗局，这场注定要渐行渐远，终将分别的修行，它从来都不是悲剧，而是生命里最深厚的一场恩典。影片看到这里，我想请你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在今天晚上安静的时候，认真的想一想，这一辈子到底是你生了他，还是他度了你？如果在你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点点答案，或者有了一些释怀，我邀请你在我们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或是为你深爱的孩子，为年迈的父母祈福。你可以打上这句话：愿所有父母子女各得自在圆满。我们每一个人的留言，每一份纯粹的善念，都会在这个空间里汇聚成一个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些温暖的能量最终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轻轻敲醒了你，或者给了你一点点安慰，请记得点个赞，把这份智慧分享给身边那些正在为亲子关系苦恼的有缘人。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是一次无形而温暖的法布施。祝福你在拥抱与放手之间找到真正的平静与自在。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